从而萧炎也进入了真正的修炼状态。如今对于吸收炼化这方面，眼前整个万兽神界，唯独萧炎的修炼速度是第一人。而且照着目前粉老来看，萧炎如果将光团中的传承力量全部吸收的话，必定能够提升至3重天位神。只是不知道萧炎会不会这样做。如果在这段时间内直接在天位神领域中连着突破2个小境界，或许将会有不好的现象。萧炎在焚诀空间进入修炼状态后，外界的试驾也已经过了1个月左右。万兽神界的闭魔处，空间瞬间动荡起来，紧接着一道被撕开巨大空间裂缝出来，空间裂缝中则是有一艘巨大的超级方舟缓缓驶出，最后在千元界的一众人那震撼的目光下，驶进了万兽神界的闭魔内部。穿过神界的这个闭魔之后，片刻间，超级方舟便是浮现在了一处全新的世界中。虽然这里的高处非常之高，神元之气或许也会相对稀薄一些，可是对于千元界的那众人来说，已经让体内的世界之气开始沸腾起来。他们望着这片陌生的万兽神界，感受着空气中所蕴含的比世界之气更高级的神元之气后，他们的情绪都是有着变化。那种变化对于他们的心境和修炼这方面都是有着明显的提升。千元界的众人站在超级方舟的边缘甲板上，遥望着这方神界的天际和俯视下方的壮观景象，全都映入在了他们的瞳孔中。而且他们也用灵魂力量探测了一下这方神界，可是却无法探查到整个万兽神界的范围。就算是以药老如今主境巅峰灵魂的力量也是不行。前不久，药老的灵魂力量竟是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可以突破神境灵魂的门槛，只是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探知神境灵魂领域的奥妙。这万兽神界竟然如此广阔无边，就连我的主境巅峰灵魂都无法探测这个世界。药老心中一声感慨起来，看来想要探查如此广阔无边的万兽神界，怕是至少也要神境灵魂方才能够做得到。但是对于神境灵魂的突破，可不会那么简简单单的。当年萧炎在突破神境灵魂时都是如此的困难，所以药老也需要一个契机才行。而现在已经来到第1等级世界的万兽神界，这里的资源足以能够让药老以及其他千元界之人纷纷有着提升的趋势。哈哈，我们终于到了，这里就是爹爹离开千元界之后独闯的一方神界吗？萧凌也是露出笑容，心中一脸兴奋与激动，而且还直接登顶万兽神界之巅，创立炎龙盟，成为这方神界的最强霸主势力，甚至超越了圣龙族和祖龙族2大曾经最强神兽势力。在这1个月的赶路时间中，万兽神界的那位白衣男子也告知了他们很多信息，所以现在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有些了解。不愧是我们的爹爹，爹爹我们很快就能见到你了。萧凌、潇潇二人开心的差点跳起来，而一旁的轩儿和彩铃二女也是带着浅浅的微笑。他们在千元界也都一直想着自己的丈夫，这一次终于有着这样的机会，来到了万兽神界，可以见到他了。青灵那一双碧蛇三花瞳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波动，对于萧炎这位老朋友，他也是很久没有见到过了。他也是突破斗帝的桎梏后，晋升大千世界，来到了萧炎创立的无尽火域，如今也是跟随着他们一起来到了万兽神界。因为他乃是人类与吞天蟒一族的后代，其本体也是一位魔兽，所以来到万兽神界后，他的血脉仿佛有着一丝微妙的变化。而这一次来到万兽神界的有来自无尽火域的药老、薰儿、彩铃、青灵、潇潇、萧凌、紫妍、玄一，当然萧玄和竹坤、古元等人则是留在了千元界。无尽火域的海波东、林修崖、柳晴等人皆是没有选择来到第1等级世界，因为他们想要依靠自己的实力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或许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一种傲气吧。当年的萧炎都是比他们还弱，如今已经成长到他们只能是仰望的存在。超级方舟朝着圣龙族的方位急速行驶着，在行驶的过程中，他们也是欣赏到了万兽神界的美丽风景，就连空气中都散发出浓浓的神元之气。虽然如今的千元界之中也有着一丝神元之气，可是比起万兽神界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小巫都算不上。这方神界中的神元之气才是真正的磅礴无边，每一个角落都是弥漫着神元之气的本源。很快，超级方舟便是出现在了圣龙族的上空。白衣男子微笑地开口道：“到了，你们下去就会有人迎接。”闻言，千元界的众人也是示意地拱手道：“好，这一路有劳了。”说完，他们便是朝着下方的一片壮观华丽的建筑中掠去。圣龙族中的一些神兽之人感受到上空急需掠来的数道身影，也是不敢有一点怠慢，直接快步过去。在他们一群人缓缓落地的瞬间，便是有着一道客气的声音响起：“你们终于来了，想必你们就是萧炎盟主口中所说的重要之人吧？”萧炎盟主，不过回想起来，萧炎在万兽神界创立了一道炎龙盟，想必萧炎就是炎龙盟之主了。没想到萧炎能够在这一方如此广阔的神界创下战绩，成为这方神界的救世主，简直听起来都是非常的玄乎奇迹。但是在萧炎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变得不会那么玄乎了，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做到如此奇迹。你们这段时间的赶路辛苦了，我先给你们安排房间休息下，到时候会由我族族长接待你们。过来迎接的那个人态度非常好，所以他们对其也是有些受宠若惊。要知道，他们的实力大部分都是主宰境的主宰者，面对一位神指强者对自己如此客气的态度，的确会让他们有些不太适应。想来
应该也是受萧炎的关系吧，毕竟他们这些人可都是萧炎点名要接引过来的人。千元界的众人被安排在一处非常豪华的宫殿中，其中的每一个房间都是非常之大和奢华，并且这座宫殿能够凝聚更多的神元之气本源，更有助于他们的修炼。不愧是第一等级世界，每一处都是充满着提升实力的神之资源，难怪当时听地龙古神他说起来，第一等级世界就连他都是极其羡慕的存在。如今到了这里，千元界的众人才知晓，地龙古神所说的才真是如此。才来不到几个小时，他们体内的世界之力便是有着提升的趋势，这简直燃起他们体内的澎湃血液。就在他们震惊这一方神界如此丰富资源的时候，一股极可强大的气息朝着他们这边急速而来。下一刻，便是有着一位身穿蓝色衣袍的男子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那股可怕的气息顿时让得他们无法行动，他们体内的世界之力竟是直接被封锁住了一样，根本无法运转开来。众人骇然地看见对方朝着他们微笑走来，脚步停下的那一刻，那股强大的气息也是随之消散，这才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呵呵，你们就是萧炎所要召见的人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圣龙族的族长，你们也可以叫圣龙兄，毕竟我与萧炎就是兄弟相称。来者就是如今整个万兽神界最强的圣龙。众人看着眼前的蓝色衣袍男子，其样貌气质也是有点豪爽，便是也有了一丝好感。不过刚刚听说对方乃是圣龙族的族长，又是圣龙，不就是魔兽的鼻祖吗？此时彩铃以及青灵还有紫妍便是对着圣龙投去一脸震惊的目光，因为在来的路上，那位白衣男子就已经给他们讲解了关于圣龙的信息。万兽神界分3龙，而圣龙就是创造无数魔兽的神兽，所以包括彩铃的9彩吞天蟒和紫妍的太虚古龙，以及青灵的半人半兽肢体，都是由圣龙一手创造。所以说，眼前的这位圣龙才是他们魔兽的创造者，也是所有魔兽的鼻祖。圣龙，萧炎知晓你们之中有些是魔兽之体，所以让我务必接回你们。我们这里的万兽之源可以提升你们的魔兽血脉，可以让你们的实力再次得到最快的突破。圣龙淡淡出声，而其声音传入彩铃、紫妍等人的耳朵中时，直接是被震惊所代替。可以提升魔兽的血脉力量，以最快的时间突破实力，这简直在他们听来是一件非常玄乎的事情。不过如果是在第3等级和第2等级，或许还真的很玄乎，可他们现在乃是在第1等级世界，其中的神之资源自然是能够有效快速的帮助他们提升实力。而萧炎就是这样的意思，让身边重要之人个个有着最佳资源，让其提升更高的境界。这是真的吗？紫妍直接是瞪大了自己的大眼珠子，有些半信半疑的道。圣龙见到紫妍这般疑虑，也是一脸微笑的回答：这是自然，我能够创造出无数魔兽，自然也是能够让你们的实力倍增。而且你们目前还只是主宰境的实力，在我们第1等级世界中都不会有任何一位存在。你们虽然与我族秘宝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你们必须要突破到准神境或者是神指境，才能真正的融入第1等级世界当中，到时候你们才能发挥出本身真正的天赋。我相信你们既然是萧炎重要之人，自然不会很差，哈哈哈。听得圣龙这般讲述，彩铃、紫妍、青灵等3女也是选择相信了圣龙，毕竟把他们接回万兽神界也都是萧炎的安排。圣龙前辈，那我们的爹爹现在在哪里呀？好像见见他，来了之后就没有见过我爹爹的身影。此时萧凌和萧萧两姐弟便是对着圣龙说道。圣龙转头望去，看着2位长相都非常精致的一男一女朝自己走来后，隐隐间感觉这2位的实力与天赋都不会很低，在猜测间，然后恍然大悟，知道了他们的身份，笑道：你们就是萧炎的那2位孩子吧？你爹爹常常提起你们，他现在正在闭关，有2个月的时间了，我想应该也快出来了吧。一听到萧炎如今那么强大，还在闭关修炼，倒是让薰儿、彩铃、药老等人听得暗自欣慰，不过也是心疼萧炎，每一次都是他站在他们的面前保护他们，保护他们的大剑。小家伙，不知如今的达到何等层次了，真是想瞧一瞧啊！药老望着遥远的天际，心中呢喃起来。然而就在大家在交谈着萧炎的话题时，突然间圣龙族中的一座巨大山峰中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波动，圣龙眼神一凝，立马将目光投射了过去，竟是看到在这座山峰之上，竟是有着无色的天位海浮现而出，并且在天位海之中有着2颗极其明亮的星辰，散发出无比耀眼的星芒，而且比起之前的那一颗星辰更大更耀眼，而且天位海的体积比起之前的更加是翻了几番，其中的能量无比的惊人可怕。见到这一幕，圣龙的嘴角则是浮起一抹幅度，然后微笑道：竟然在2个月的时间里再一次的突破到2重天位神，还真是变态的天赋啊！这股气息是小家伙的气息。药老等人也是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令他们无比熟悉的气息，只不过这气息实在过于强大，隔了如此遥远的距离，竟然还能够感到一股神之威压对着他们笼罩过来。此时山峰之上的无色天位海在出现了片刻后，才逐渐的缓慢消失，一道身穿黑袍的男子冲天而起，悬浮那高空之上，感受着体内的磅礴神力后，欣喜若狂起来，终于突破2重天位神了。这一次的速度比想象中的还要快，无色天位海的吞噬力量还真是好用啊！
呵呵，小家伙，恭喜你了！只是没有想到你最后竟然真的没有将那光团传承全部吸收炼化，真是不错。此时，粉老的声音也是再度响了起来。对于萧炎没有将光团传承能量全部吸收，更是对萧炎有些极其欣赏的目光。要是换做成被人，恐怕早已贪心的去突破3重天位神的领域了。不过还好，萧炎既然选择最佳的修炼方式，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稳固后，再选择最佳时机的突破。这样一来，萧炎的神力都将会比别人的更加强大浑厚。这光团传承中的能量很磅礴，不过对于我如今来说，突破2重天位神就够了。至于那所剩余的光团传承，等日后选个最佳时间再将其吸收了。萧炎捏了捏自己的拳头，一股极为磅礴的天位神力不断散发而出，就连周围的空气都被吓得逃窜开去。哈哈，如此甚好，2重天位神的实力可比1重天位神时强大很多了。粉老也是一脸满意的笑了起来。要知道，1重天位神是萧炎才刚突破几个月而已，如今几个月后又再一次突破2重天位神，着实让人不得不吃惊。不过其他人不直达的是，萧炎拥有焚绝空间，比起外界时间流速数10倍，以及这一次依靠无色天位海中的吞噬力量，方才能够再达到现在的神之领域，不然恐怕还真的难以达到2重天位神。毕竟天位神中每1重天之间的提升都是非常艰难，一些神旨直接是几十万年，甚至是几百万年都难以跨出更高重天的一步。对了，你的那些无尽火域之人好像已经被接到圣龙族了，现在去看看吧。粉老说完便是消失而去。听到粉老的这一番话，萧炎顿时身躯一颤，久久没有动静，仿佛此刻时间是静止了一般。因为萧炎离开千元界已经有数年的时间了，自己也没有回去千元界看一看这些身边之人，所以在听到这番话的时候，自己是触动了萧炎的那颗思念之心，当即直接以最快的速度瞬移到了圣龙族的某一处宫殿上空。他俯视下方的时候，竟是看到了几道令他朝思暮想的倩影，以及还有着一位苍老的身影。瞬间想起当年在斗气大陆历练时与自己的老师勇闯魔兽山脉的画面，还有在迦南学院遇到的那位爱吃自己炼制丹药的蛮力王紫妍。萧炎的目光最后扫在后面2道一男一女的身影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强烈波动，直接脚步踏出，下一刻便是出现在那一男一女的身前，蹲下身子，用手抚摸着他们的头。一道充满着无尽思念的声音缓缓地传出：萧萧、萧凌，我终于见到你们了。萧炎亏欠自己很少陪在自己这2位孩子的身边，内心也是有着5味杂粮之感。不过有自己那2位爱妻的理解与教导，使得自己这2孩子也非常的优秀。爹爹，真的是你？我和娘亲他们都太想你了，一直盼望你能回来看我们。潇潇和萧凌也是抱着萧炎激动的泪奔了起来。萧炎也是紧紧地抱住潇潇和萧凌2人，的确自己都感觉到很少陪在他们的身边。作为一名父亲，怎么不想一直陪在自己的孩子身边，陪在自己的妻子身边呢？可是没有办法，如果自己不努力一点的话，就会被比自己强大的神只给欺压，入侵自己的世界等等。所以萧炎不想再发生这类的事情，只有自己努力变强，才是目前萧炎最要做的事情。片刻之后，他们父子女3人才缓缓地分开。萧炎用手擦拭了一下潇潇和萧凌脸上的激动泪水，笑了笑道：你们2人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哭了哈。然后萧炎这才缓缓起身，目光在这些熟悉的脸上扫过，瞬间当年的画面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紫妍，没想到如今不仅你的实力变强大了，还成了一位美人。萧炎看见如今的紫妍，已经褪去了当年那稚嫩可爱的脸颊，取而代之的乃是一张精致漂亮的容颜。哼，你才知道啊，真是让人生气。紫妍假装故意生气的嘟起了翘嘴，还是和以前稚嫩可爱时一模一样。见状，萧炎也是无奈的一笑，然后摇着头，将目光看向青灵，道：青灵，你也来了，你的实力似乎也达到了主宰境。看到如今自己的这些昔日好友实力都变得强大起来，心中也是一脸开心。曾经的那个小丫头竟然也变成了一位动人的女子，并且她那双臂蛇三花瞳更是散发出一种魅惑之色，换作是其他的男人早已经腰软腿软了。是啊，我也要变强大。听圣龙前辈说，我半人半兽之体也能够激发魔兽血脉力量，这样子我也可以保护大家了。青灵轻声细语地说道。旋即萧炎也是欣慰地点了点头，自己的这些好友还真是一个都不差。与青灵等人打了招呼后，萧炎的目光也是投射在那长满白长发的药老以及身边的玄一，缓步走了过去，恭敬地拱手道：小子见过老师和师娘。玄一面带笑容地点了点头，对于萧炎这位弟子打从心里的满意。一旁的药老轻咳了几声后道：你小子一走就是数年，都不来见为师，还真是你的作风啊。闻言，萧炎直接尴尬地挠了挠头，像是被师父批评了的样子一般，然后笑道：老师。药老看见萧炎滋滋语语讲不出话的样子，也是像极了当年只有3段斗之气的他。好了，为师也不逗你了。听说这一次你在万兽神界创立了炎龙盟这等霸主势力，并且还要建立丹阁，请为师过来担任丹阁中的炼药师，你小子可真行啊。说着，药老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心里却是极为的开心。
毕竟萧炎这弟子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也是最出色的优秀弟子。作为如今萧炎的师傅，其实药老也是非常的荣幸。哈哈，最近创立炎龙盟也是需要一位最佳炼药师，数老师莫属了，不过也是弟子想念老师了。萧炎开心地回答道。你小子说话都说得那么好听了。药老一声大笑，捋了捋自己那白茫茫的胡须。萧炎与药老交谈了片刻之后，其目光便是看向了不远处的2道倩影，也就是这2道倩影映入萧炎瞳孔中时，让萧炎的内心更是有些起伏波动起来。薰儿、彩铃，萧炎说话间就已经漫步过去，待得走到他们跟前时才停了下来。此时薰儿的眼中皆是自己丈夫的身影，急忙发出细微的动人心弦的声音：萧炎哥哥，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我好开心啊！而一旁的彩铃则是没有薰儿那般，彩铃没有说话，只是高冷地看着萧炎。后者见状，以为是彩铃生气了，刚想说话时，被一道拥有无比磁性的魅惑之声打断。你还舍得出现啊？以为你丢下我们俩，自己又去找新欢了呢？闻言，萧炎也是尴尬的一笑，旋即便是拍了拍自己的胸膛，胸涌成竹的道：怎么会？我的心里只有你和薰儿2人，不可能有第3人的存在。说着，萧炎便是朝着2女走去，然后张开双臂，将薰儿和彩铃拥入怀中。他们也是将脸颊贴在了萧炎的胸膛之上，一股幸福的气息也是弥漫在他们3人之间。这画面也是让旁人看得津津有味，内心也是有些羡慕起来。特别是紫妍和青灵2女，她们目前还是单身状态，所以看到萧炎他们如此的幸福美满，他们都恨不得想要也找一个和萧炎这样的魅力男人做自己的丈夫。不过可惜，像萧炎这样的男人，怕是整个大宙中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3人同样也是在这久违的幸福气息中拥抱了很久，才不舍得分开。薰儿眨了眨美丽动人的眼眸，轻声道：萧炎哥哥，从今往后，薰儿都会陪在你身边，不想再离开你了。萧炎宠溺地摸着薰儿那有着微红的脸颊，淡淡的笑道：妮子，这些年辛苦你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无尽火域怎么样了？千元界有没有什么异常？突然，萧炎似是想起了什么，问道。薰儿也是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将这些年萧炎不在千元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了萧炎。经过薰儿的讲述，目前无尽火域也是正常发展状态，而且整个千元界的资源和气运都在逐渐的上涨，对于一些修炼者来说，无疑是突破更高境界的最佳之地。可是就在1年前，千元界竟然来了2道不同势力的不速来客，一艘巨大的方舟驶进他们的千元界，竟是指明要找一位叫云韵的人。由于对方的实力很强，云韵为了不节外生枝，不让无尽火域之人受到伤害，就跟着那些神旨离开了。对方似乎也是神知，并且刚刚看薰儿的描述，来找云韵的那不速之客，其实力应该至少都达到了5重天位神之上。如此强大的实力，肯定不是万兽神界，而无量神界以及诸神万界中的神旨倒是有很大的几率。但究竟是何方势力将云韵带走呢？而且云韵的实力也才天至尊，为什么会有神秘势力看中，并且要将执意带走？而且在萧炎看来，带走云韵的那个势力，应该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超神势力。除了云韵被超神势力带走之外，就连小医仙也被神秘势力带走了。而且来找小医仙的那艘方舟与接走云韵的方舟相差不多，那些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不弱于来接云韵的那位5重天位神实力的神秘势力之人，一下子就接走了云韵和小医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云韵和小医仙的身上有什么秘密不成？萧炎的手指托着自己的下巴，做出一副正在思索的样子。不过就算想破了头脑，也想不出最终的答案。当然，自己如今创立了炎龙盟，其人脉和资源都是万兽神界最好的。云韵和小医仙2人作为萧炎的朋友，如今无故的被其他神秘势力的神旨接走，又没有可寻的踪迹，自然需要动用炎龙盟的底蕴去打探。云韵、小医仙，希望你们都没有什么事，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的。萧炎在心中暗自的喃喃道。这2位与萧炎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蓝颜，又或者说是一种遗憾吧。萧炎也是从薰儿的口中大致了解了一些千元界的情况，目前除了云韵和小医仙被神秘势力之人带走外，一切都是正常的发展着。同样也问到自己的父亲、2位哥哥以及萧玄仙族等其他诸多的昔日好友过得怎么样。不过薰儿给出的答案也让萧炎感到非常的欣慰，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飞升第1等级世界，还真是比较励志啊！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与萧炎别无二致。在萧炎与千元界来的众人叙旧看一会儿后，不远处的圣龙也是笑着开口道：哈哈，你们再次的团聚一起，那么今晚我圣龙族就举办一场晚宴，大家都来喝一杯，热闹热闹。闻言，萧炎倒是没有拒绝。经过这一次的猪龙之战，萧炎也好久没有那么放松过了，瞬间也给自己放松一下。毕竟萧炎准备在1个月后启程无量神界，再去历练一番。很快，夜幕降临，今晚的月色实在令人陶醉无比。夜空中高挂的月亮以及有着无数颗星星在闪烁着，使得这个夜晚也增加了一丝微弱温馨的月光。圣龙族所办的晚宴也是非常的热闹，诸多神兽之人来与萧炎以及药老等人干杯，彼此都是非常的豪爽，一口而尽。不知不觉中，萧炎也是喝了很多，或许这也是萧炎来到第1等级世界后最开心最放松的一晚了。
这等放松又惬意的气氛被拉得满满的，看来真的只有在自己最重要之人的身边，才会有如此的幸福感觉。萧炎也是非常享受这样的氛围，好想真的一直这样下去。可是现实却是给了萧炎一棒，瞬间醉意稍微清醒看一些，因为他还要变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该保护的人。晚宴结束后，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彼此告别，萧炎也是喝了很多，走路都是昏昏沉沉，但也执意的将要老等人送到了住所。随后自己也被薰儿彩铃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中。